这是一部曾让无数观众骨寒毛舒的限制级电影。该片只适合胆子大且正在减肥的粉丝们观看，胆小的粉丝请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同观看，否则被吓坏了我可不管。故事发生在万圣节的晚上，两个美女刚从酒吧里出来，金发妹喝得烂醉如泥，却还想要开车回家。黑头发的怂姐当即怒斥道：“喝酒不能开车！”哪知金发妹直接就把钥匙交给怂姐，说：“那你来开吧。”怂姐一脸的无语，搞得就像老娘刚才没喝酒似的。就在两人肆无忌惮地耍着酒疯的时候，远处一个穿着小丑服、画着奇怪妆容的男人出现了，身后还背着一个大号的黑色塑料袋。忽然出现在眼前的两个靓妹，直接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，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，直勾勾地盯着这俩妞，显得十分的诡异。这时怂姐也看到了角落里的小丑，偷偷地告诉金发妹，那边有个奇怪的男人正看着咱俩呢。不过呢，金发妹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看到小丑不但没有害怕，还主动和他搭讪打招呼。可小丑好像并没有兴趣，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。怂姐当时就一阵发怵，抱怨金发妹乱说什么呢？可下一秒，那个小丑男就消失不见了。由于酒后不能开车，二人就来到附近的一家披萨店，准备吃点夜宵醒醒酒。可不料那个小丑竟也紧随其后跟了进来，直接坐在了俩妞的对面，而且这回好像又对身材火辣的怂姐来了兴趣，不时地摆出各种姿势逗她开心。怂姐却被小丑那雷人的造型吓得花枝乱颤，可金发妹胆子大呀，竟直接上前坐到小丑的大腿上调戏他，还摆出各种 pose 尽情自拍。小丑好像也被他的这一番操作给整蒙圈了，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，但就是直勾勾地盯着怂姐看。怂姐感觉非常的不自在，不过小丑好像忽然开窍了一样，主动从自动售卖机里买了个1块钱的戒指，并亲手给怂姐戴了上去，接着就向餐厅的后厨走去。也不知他在后面搞了什么名堂，没一会儿就被餐馆老板给赶了出去。两个美女吃饱了之后，酒也醒得差不多了，正准备开车回家呢，却忽然发现轮胎不知被哪个混蛋给扎坏了。怂姐只好给妹妹打去电话，让她过来接两人回去。就在等待的时候，怂姐忽然说：“该不会是刚才的那个小丑扎坏的车胎吧？因为他刚才看到这是咱们的汽车了。”金发妹却认为小丑并无恶意，不必太纠结。画面回到刚才的披萨店，老板正在骂骂咧咧地清理着刚才小丑的杰作，忽然听到了外面有动静传来，便起身来到外面查看。可下一秒，此时车上的两个妹子还不知道危险正在慢慢靠近，忽然怂姐感觉一股尿意袭来，金发妹直接让她在路边解决。那怂姐这等淑女自然不能同意。这时旁边的房子里出来了一个光头哥，看样子是家政公司的，趁工作之余出来抽个烟解解闷。怂姐见状直接跑过去借用卫生间，光头哥一看到怂姐这曼妙的身姿，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就在怂姐去上厕所的时候，车上的金发妹又拿出手机自拍了起来。忽然听到广播里插播的紧急新闻：Two employees at the Deer Hills Pizzeria were found brutally murdered just moments ago. No suspects are in custody yet, but police are on the lookout for a tall, thin man wearing a black and white clown costume and carrying a large garbage bag. 金发妹立马拿出手机查看刚才自己和小丑的合照。这时车门被打开了，她还以为是怂姐回来了呢，低着头就要把刚才听到的新闻告诉怂姐。可一抬头，满脸血渍的小丑就坐在副驾驶上。另一边，上完厕所的怂姐却找不到来时的路了，光头哥也不知道去哪了。怂姐在这所大房子里四处摸索着，忽然碰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，怀里还抱着个洋娃娃，说那是她的孩子。怂姐见女人精神不太正常的样子，连忙找个借口就离开了。谁知刚来到门口，就看到了那个小丑。这个女人只是来借用一下厕所，可没曾想一出门就碰到了一个小丑装扮的家伙，关键是她的双手沾满了鲜血，一只手上还拿着一把手术刀。女人被吓坏了，忽然小丑猛地伸出爪子，女人立马化身为怂姐，拔腿就跑。她一路小跑来到了车库，躲在一辆汽车后，透过车底查看情况。好在那个小丑好像没有跟过来，就在她想要偷偷溜走的时候，忽然脚下一阵痛感传来，那个小丑正抓着她的狱足做手术呢。怂姐反抗了几下后，最终还是被小丑给制服了。她被小丑给绑在了一把椅子上，一旁的小丑正在摆动着一些作案工具。怂姐吓得是嗷嗷乱叫，只见小丑拿出一把钢锯，缓缓地将锯条对准了怂姐的喉咙。好在他并没有锯下去，而是转身走到一个帘子前，随着小丑将帘子扯下，怂姐直接被吓得拼命扭动了起来。原来帘子后面正是她的闺蜜金发妹。接着小丑就当着怂姐的面，硬生生地将金发妹给锯成了2半。怂姐当时都快被吓尿了，疯狂地扭动着身体。好在椅子的质量不咋地，一个扶手被她弄断了。可就在怂姐快要解开束缚的时候，小丑已经向她走了过来。怂姐趁她不注意，直接用刚才的扶手干翻了小丑，然后解开束缚逃了出去。但很快小丑就跟了过来，这回怂姐也不怂了，直接拿起一块木板，躲在暗处偷袭了小丑。一时间小丑挨了好几发暴击，躺在地上起不来了。怂姐壮着胆子大喊道：“混蛋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呀？”看来闺蜜的死给了她不少勇气。但大姐你补刀呀，继续打不行吗？口嗨个什么劲呀？
这下好了，口嗨不了了吧？不过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小丑，干不过就掏枪，还真是不讲武德，可能是被打得多了。小丑这回也不完了，直接几枪结果了怂姐，而这一幕恰巧全都被先前怂姐见到的那个精神不正常的大姐看到了。他的精神虽然不正常，但是也不傻。他知道上面有个光头哥在清扫房间，立马跑上去求助。大姐告诉光头哥下面死了2个人，让他赶紧报警。谁知光头哥根本不相信这个精神病的话，直接一把将大姐推倒在地，然后转身去干活了。与此同时，前来接怂姐回家的怂妹已经找到了姐姐的汽车，没有发现人，就也来到旁边的房子里询问情况，喊了几声却没有回应。而此时的光头哥正在楼道里打电话，全然不知小丑已经慢慢靠近，结果直接被一锤放倒在地。另一边的精神大姐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孩子，就是那个洋娃娃。大姐急忙跑回房间，可孩子早就不见了踪影。她开始四处寻找，最后在一个过道里发现小丑正抱着自己的孩子。大姐见小丑好像挺喜欢孩子的样子，就壮着胆子询问小丑是否也喜欢孩子，是否也希望得到母爱。说完便将手伸到小丑的脸上抚摸，小丑似乎挺享受这种感觉，像个孩子一样趴在大姐怀里缩起了手指。满身是血的小丑趴在一个大姐的怀里，这未曾感受过的母爱让他一时间忘了自己杀人魔的身份，但很快他就又恢复了过来。大姐也惨遭毒手。另一边的怂妹在房子里一番寻找后，最终发现了金发妹被1分为2的尸体。怂妹吓傻了，但还不忘寻找怂姐。最终她找到了一个赤裸半身的女人，女人趴在地上瑟瑟发抖。怂妹还以为是怂姐，急忙蹲下查看，可下一秒，原来就在刚刚，小丑已经将大姐的头发剥下，套在了自己的头上。怂妹被吓得仓皇逃走，可又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怂姐的尸体，她被绑在一张椅子上，脸部已经被打成了塞子。怂妹抱着姐姐的尸体痛哭了起来。殊不知此时的小丑已经换好衣服来到了身后，手里还提着一条挂满剪刀和刀片的铁链。他拿着铁链不停地抽打着怂妹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怂妹就被抽得满身是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光头男冲了出来，一下干倒了小丑。没错，就是先前被小丑用铁锤锤晕的光头哥。他扶起怂妹就开始逃走。两人来到一间房内，光头哥立马就报了警。可警察赶来之前，他们还是要尽快逃出这所房子。两人搀扶着来到一个大门前，可大门却早就被锁上了。就在光头哥四处寻找撬锁工具的时候，小丑忽然出现一铁罐，直接干晕了他。接下来就是一顿暴锤，光头哥直接被干得稀碎。怂妹见状也顾不上害怕了，随手抄起一根铁棍就开始砸锁。可刚砸开就被小丑一把捆住了脖子。好在最后他还是挣脱了，可跑出来却只来到了一个车库。无奈他只好钻进一旁被锁着的房内。小丑也跟了过来，但因为身躯过大，他钻不进来，没一会儿就离开了。此时外面已经传来的警笛声，怂妹还以为小丑跑了呢，走到门前查看，可下一秒，一辆汽车忽然发动，小丑直接开车撞了进来，怂妹躲闪不及，被撞晕在地。接着小丑缓缓下了车，但他并没有逃走，而是慢慢趴到了怂妹身上。等警察赶到时，小丑正在啃食着什么东西。小丑也并没有打算逃走，而是趁两个警员不注意，偷偷掏出一把枪，当场引弹自杀了。最后警方救走了奄奄一息的怂妹，她也成为了这场屠杀唯一的幸存者。画面一转，法医正在查看此次案件的尸体，可房间里的灯忽然闪烁了起来。恢复后，法医一脸的懵逼，可再一转头，一只手竟直接掐住了他的脖子。1年后，怂妹作为幸存者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。可说到她亲眼看到小丑死掉了的时候，一个房间里的电视忽然被踢爆了，接着此人就又开始化妆，制作作案工具，然后再次穿上了小丑服。看来一场屠杀又将开始了。